乌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之后，展开一系列求援攻势。继23号出席联大未来峰会后，在安理会24号召开的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泽连斯基激情开麦，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外援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相关言论遭到俄方代表怒怼。 在俄乌战局即将迈入第3个关键的秋冬季节，战场仍无突破性进展之际，双方能否坐下来和谈，成为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关键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启了6天的访美行程。继23号出席联大未来峰会后，泽连斯基24号又出现在了安理会的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结束俄乌冲突，敦促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以确保核安全和核保障，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Plus cette guerre tragique se prolonge, plus le risque d'escalade et de débordement est grand. Cela n'affecterait pas seulement la région, mais aggraverait les tensions et les divisions mondiales. 外界注意到，在这场会议上，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共处一室。泽连斯基在演讲中施压称，俄罗斯正在犯下国际罪行，俄乌冲突不会自行消失，也无法通过对话平息，必须采取行动。他还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会前，泽连斯基多次表示，他计划向拜登、哈里斯和特朗普递呈他的胜利计划。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对公众透露该计划的细节。聂边贾则在会上针锋相对地表示，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是再次伸手乞讨，试图说服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世界推向第3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同日隔空回应泽连斯基的言论，称他迫使俄罗斯停战的立场是一个致命错误，必将对基辅政权产生影响。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支持和平，但条件是必须确保稳定并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已经表示，由于乌方仍坚持其提出的不可行方案，因此俄无法参加11月的第2次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和平峰会。泽连斯基曾表示，乌方准备在第2次和平峰会上与俄方代表见面。实际上，目前究竟是推动谈判避免升级，或是进一步增加对乌军援，西方国家正在分裂为2个阵营。部分国家反对在可预见的未来进行谈判，并坚持增加对乌军事支持，但也有国家担忧冲突升级风险，开始寻求外交解决冲突的途径。外界注意到，泽连斯基这次访美格外高调，不仅在出发前接受了美国知名杂志《纽约客》的专访，抵美后更是频繁在美国媒体上露面。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采访时，泽连斯基称，他相信俄乌冲突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接近结束，但前提仍是西方国家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尤其是美国允许其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乌克兰目前拥有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英国提供的风暴鹰影导弹。由于风暴鹰影部件由美国制造，因此2款导弹的远程打击权都必须得到拜登的同意。拜登将在本周与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问题，但关于禁止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目标的观点没有改变。俄方舆论认为，泽连斯基与美国2党总统候选人会面的重点是讨价还价。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除了索要资金和军备，更重要的是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获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基辅。泽连斯基试图通过此次访美向世界表明，他仍然能进入白宫，美国还支持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泽连斯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因为他每次来美国都能带走600亿美元。特朗普一直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视为浪费金钱，并拒绝表示他希望乌克兰获胜。特朗普以及他的副手万斯在涉美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已经反复阐明了，需要乌克兰自身去解决自身的问题。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需要逐渐的减少。欧洲的问题需要欧洲人去处理，所以可以预见如果特朗普胜选的话，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这场冲突中，很大可能会处在一个极端被动的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带着他的胜利计划赴美开会，但一些美国媒体却认为那不过是愿望清单。那对此您怎么看呢？主持人好，从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主要包括4点。一是要求西方提供安全保障，大概
是要从速从快加入北约和欧盟。二是乌克兰呢继续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为谈判呢提供领土筹码，不放弃他曾说的要求俄罗斯呢归还乌东4州及克里米亚半岛。三呢是要求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提供特定的先进武器，主要呢是指北约国家呢要提供和允许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腹地。四呢是继续为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有钱呢才能打仗。泽连斯基的意思是，只要美国和北约能够满足这些条件，那么乌克兰呢就能胜利。对这4方面的要求，美国和北约其实早就有所回应。除了继续援助乌克兰资金及武器以外其他的都不太可能办成。对于远程导弹，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已经委婉地拒绝，说呢已经对乌克兰提供了相当多的战力。他不认为胜利计划呢只涉及远程导弹这一问题，显然呢是说英国不可能提供远程导弹，可能呢在其他方面帮忙。拜登在联大的发言也提到了中东危机和乌克兰问题，但是更多的讲述巴以停战。他说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直到乌克兰得到公正持久的和平。他强调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这些呢，均说明泽连斯基想要的东西恐怕是难以实现。所以呢，美国的一些媒体及保守政客说，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没有什么真正的惊喜，也不会成为改变冲突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份愿望清单，而不是行动计划。我个人的感觉是，泽连斯基呢是拿着胜利计划去和支持乌克兰打仗的大人物告别的。美国总统拜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将告别政坛。他呢希望得到继任者的支持，但是呢有点渺茫。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呼吁全球南方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那您认为这可能吗？支持乌克兰打仗的北约国家都得上了乌克兰疲倦症，对于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呢失去信心了。与俄乌冲突关联不大、立场中立的全球南方，怎么会逼俄罗斯走向和平呢？我猜测呀，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可能是被西方国家给冷落了，他便转向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他们呢利用俄罗斯的关系来劝说普京走向和谈。所谓的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改成劝说俄罗斯走向和平，可能呢更准确一些。只是呢，他抹不开面子，用了迫使。我们呢从有些视频上可以看到呀，俄军对乌克兰的电网和供水设施的打击是够厉害的。有些城镇呢在晚上就是漆黑一片，可能呢都影响到了城镇的治安。一些犯罪分子可能趁黑夜作乱。要是把仗继续打下去，广大的乌克兰人民今年究竟怎样过冬，就是个大问题。针对泽连斯基的闭合，俄罗斯呢已经回应了，说乌克兰的立场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系统性的错误。俄罗斯战场上都没有被逼和，怎么在外交上被逼和呢？到目前为止呢，泽连斯基点名请求帮助的几个国家，如巴西、印度等都没有回应，好像呢不怎么买账。而更有意思的是，泽连斯基呢把巴西提出的和平倡议刚刚给打回去，说那个提议具有破坏性。现在呢又求人家来逼和，是有点尴尬了。也许泽连斯基请求南方国家迫使俄罗斯和谈，就像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的，距离战争结束更近了，这是一种卖惨的策略，目的呢是得到美国和北约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泽连斯基前往美国时说要和特朗普以及哈里斯见面，讨论胜利计划，但特朗普却讽刺泽连斯基十分渴望民主党获胜。那您分析他们俩会见面吗？美国大选会怎样影响俄乌局势呢？他们呢可能见面，因为西方政客善于同意见不同的人聊天，多谈谈，多了解一些情况，没什么不好。何况呢，他俩曾经见过面。不过呢，特朗普曾经要泽连斯基帮助挖拜登的黑料，泽连斯基呢没有照办，也可能呢不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对美国大选影响不大，但是美国大选对泽连斯基呢却是影响深远。如果特朗普获胜，他宣称将在24小时内搞定俄乌冲突，并且有言在先，要乌克兰呢用土地换和平。特朗普说的没错，泽连斯基呢是十分渴望民主党哈里斯获胜。哈里斯获胜呢，虽然也会调整队伍政策，但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激进。所以呢，泽连斯基到美国以后，特地选择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参观炮弹厂，
客观上呢是为哈里斯助选。特朗普嘲讽泽连斯基也是为了自己胜选，说他呢是世上最强的推销员，来一次美国就能带到600亿美元，旨在动员反对援助乌克兰的选民给他呢投上一票。特朗普的儿子抨击泽连斯基无耻，说呀，一个接收了美国纳税人几十亿美元资助的外国领导人来到我们的国家，还胆敢攻击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简直是无耻。要是把话挑明了，那就是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把泽连斯基呢当成了选举工具，而泽连斯基呢则开开心心的把赌注压在哈里斯身上，这显然呢是很不成熟、很不稳重。